1912年1月16日，农历腊月28，再过2天，中国农历新年就要到了。北京城里到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寻常百姓人家也都在这年终岁尾的时候，满心欢喜，憧憬着来年。红墙之内的紫禁城，却是死一般寂静。这天早上，袁世凯进宫，觐见隆裕太后。袁世凯那一天清晨，乘着小轿从东华门进入了故宫。他劝说隆裕太后退位，而且不无威胁地提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往事。如果体面的退位，就可以避免重蹈路易16的悲剧。养心殿东暖阁，袁世凯在红毡子上跪下，请太后顺应舆情，答应南方民军提出的优待条件，体面的退位。他请太后不要忘记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法王路易16如果早点妥协，可至于子孙遭到屠戮。隆裕太后坐在东暖阁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儿擦眼泪。6岁的小皇帝溥仪懵懂着看着眼前的2个大人。袁世凯话音落下，而隆裕太后又无言以对的间隙，有一种可怕的沉默。持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尚未彻底终结，《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寻已经迫不及待地对全世界宣告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在袁世凯劝清帝退位当天，在遥远的伦敦，人们已经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莫里寻的报道：清王朝最后的10日，皇帝退位的日程在加速进行。我有权威消息，3、4天内将发出重要的诏书，并且其内容远超过人们所能想象的。中午时分，袁世凯出了紫禁城东华门，上了一辆双套马车，在卫队的簇拥下向东行驶。从东华门到王府井，再到袁世凯的临时住所外务部衙门，警察在维持秩序，沿街还站着2排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卫兵。我处于兴奋激动之中。退位诏书明天或后天就发布，当然，许多事情可能发生。写完信，莫里寻和秘书珍妮站到了莫公馆门口，一边闲聊，一边等待袁世凯经过。忽然，莫里寻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我马上意识到有人投掷炸弹。一匹马上面没有坐人，冲了过去，后面有几个人骑马追赶。片刻沉寂之后，只见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在卫兵的保护下迅速从出事的角落冲了出来，从我们的面前一晃而过。我迅速向出事的街角跑去，一个卫队军官俯卧在马路正中间，如同一头刚刚被宰杀的猪一样，鲜血不断涌出，奄奄一息。
受惊的马拉着袁世凯狂奔，完全不理会车夫手中的缰绳。他们沿着老路线，一直到外务部门口才停下，倒地死去。心有余悸的袁世凯此后一度搬入外务部的地窖里办公，而莫理逊作为一名旁观者，也发出了劫后余生式的感慨。感谢上帝，他安然无恙。1862年，莫理逊出生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一个苏格兰移民家庭。20岁，他用123天的时间，从北到南步行2043英里，穿越了整个澳洲。后来，莫理逊又在澳洲一家报纸的资助下，前往新几内亚探险，深入丛林，不慎受到土著人的袭击，2根长矛刺中了他，一根扎伤了他的腹部，另一根刺伤了他的眼角。但莫理逊并没有因此告别冒险事业，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医生。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里，他解释：“我并非贸然行事，我想成为一名记者。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办法能让我实现梦想。” My great-great-grandfather was Alexander Morrison, who was Chinese Morrison's uncle. When Morrison's book, An Australian in China, was republished by Angus and Robertson, and I got that and read it from end to end and thought, wow. And I just thought, this is a fascinating trip. Now, Morrison took 100 days to do this trip. I thought, 3 months? Why not? 1894年，带着母亲从澳大利亚汇来的40英镑，32岁的莫理逊踏上了穿越中国西南的旅程。此行是为了向缅甸的英国殖民当局提供开辟贸易路线的建议。We both went by river up the Changjiang, up the Yangtze, right the way from Shanghai to Chongqing. 那时，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者，认为白人之外的其他种族都是野蛮、落后、缺乏自治能力的。在重庆，莫理逊参观了赫德创建的海关机构。莫理逊感慨：中国海关聘用官员的方式不可思议，它公平地向全世界开放。当时中国已经开始了自强的运动，洋务派所做出的一些成绩吧，已经开始有一些显露。汉阳铁厂也建成了，高炉轰鸣着，并配齐了最新的机器设备。所以他也认识很多贩夫走卒地方的，他也知道中国地方的状况。他基本上是倾向于说，中国要走向改革，走向西化、现代化的道路。越是深入中国内地，就越是少见变革的迹象。在昭通，莫理逊看到买卖女童的市场，听说前一年至少有3000个孩子像鸡鸭一样装在箩筐里，从这里卖到省城。他对中国内地的人民的惨况感到很震撼，他亲眼看到了万人坑，还有人们感染传染病这样的社会状况。莫理逊在日记里写道：和我的同胞一样，我带着对中国人的种族厌恶去了中国，但是那种感觉现在已被一种真切的同情和感激之情所取代。I didn't get any negative part at all. I don't think there was any great fear of foreigners. People were very kind and nice. I didn't find any problem that way. So I think, yes, it changed him, and it probably changed me. 1895年，莫理逊完成了他的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1897年3月15日，《泰晤士报》请他出任
驻北京记者莫礼询以正式记者的身份来到了北京。我身后这个王府井百货就是当年莫礼询的公馆，这是当年所有入京的外国人必然要拜会的一个景点。他往往从火车站下车，直接黄包车就拉到了这个莫公馆，也因此北京人就叫此莫礼询大街，英文是 Morrison Street。在北京，莫礼询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外交官生活在一个孤立的环境里。使馆区位于紫禁城的东南方，三面筑有围墙，墙上设炮台、射击孔。200多个外国人居住在这里，有自己的商店、银行、旅馆、教堂、俱乐部、剧院和运动场，一应俱全。他们和墙外的中国人各自作为相对神秘的一方而存在。回忆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夏天，我就不寒而栗，一切从零开始，都在摸索之中。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不会中文，中国人越信任你；会中文的，反而中国人有戒心。有一天又来了很多各地的记者啊、朋友啊，莫礼询就派了这个孙天禄去听人家在街谈巷议，在说些什么事情。他就在他客厅的桌子上面放了椅子，然后呢，再把这个孙天禄扶他爬上这个椅子，让孙天禄随便讲，就把他外头听来的话，讲一通北京话，呱啦呱啦，这下面的人谁也听不懂。讲完了以后，他再把他扶下来，然后很一本正经地告诉大家说：“先生们，你们刚才听到的就是中国北京最高当局的发言。”最高当局站得很高。1902年7月，莫礼询离开使馆区，搬家到王府井大街。此处原是伦贝子府的沿街出租房。莫礼询买下后，将之彻底改造，还在其中创建了一个私人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吸引了就是中外很多的人士来，通过和这些人交往，也延伸了他的这个搜集情报、搜集新闻线索来源的这样一个场所。莫礼询很快站稳了脚跟，他很乐于跟人见面、跟人吃饭，请别人到自己的府上吃饭。在当时中国，莫礼询可能是拥有最广泛联系和通信圈子的外国人。他这个情报网呢，包括了留学欧美的封疆大吏、文化人啊、科学工作者、仆人啊、车夫啊，甚至街上的乞丐呀，他也都会结交。通过这个庞大又周密的信息网络，莫礼询总是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甚至抢在各国公使馆之前。按照《泰晤士报》发给莫礼询的任职要求，他应按帝国利益所需，做一名英国在北京的望远镜。但在担任驻华记者数年后，眼见俄国、日本等国对中国步步紧逼，莫礼询开始同情中国的处境。他对联军侵华之后到各地去采取这种惩罚性的远征行动所犯的一些比较残忍的这种杀戮啊，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惩罚，他都非常的尖锐的进行批评，一点没有什么顾忌。莫礼询在《泰晤士报》的上司、国外新闻部主编基勒尔不断指责他，要用帝国观点看问题，而不仅仅从当地中国人的观点看问题。莫礼询反唇相讥，既然我们责怪中国人所做的一切而一无所得，那么换换手法，偶尔赞扬几句，岂不更好？当时中国正成为列强在远东的竞逐场。莫礼询通过李鸿章报道了中俄密约，在这份密约中，俄国进一步谋取在中国的特权地位，要求租借大连、旅顺，并在中国东北修建更多的铁路。当时俄国对于东北呢，还有外蒙古，甚至于新疆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中国朝野都对俄国有戒心，所以当时就只能够拉拢英日来对抗俄国。莫礼询根据他在中国东北的考察所见，报道说，
如果中国不在5日内答复俄国，俄军就要开进中国东北。英国支持日本，那么莫里逊在中间也扮演了一些角色，他也是大力的鼓吹日本去击败俄国的。所以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西方人会说日俄战争是莫里逊战争。1905年，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大打出手，俄军落败，结果是日本从此视中国东北为囊中之物。各国都在关注莫里逊的报道，这使英国外交部压力倍增，下议院质询：为什么在外交部获得极其重要的消息之前，《泰晤士报》总是能够抢先刊登？连前首相罗斯伯里也来恭维他：您一直都在北京，非常出色地履行着记者的职责。如果我在外交部工作时情报不灵，我一定非常恼火。莫里逊轻描淡写地说，这只不过是因为他经常和中国人交往，而公使馆自我孤立。袁世凯3个字第一次出现在他的报道当中呢，是在1899年5月份的时候。在保定的直隶总督府，他见到了这位炙手可热的政坛新星。在发给《泰晤士报》的电文中，莫里逊以赞赏的口吻写道：总督是帝国最年轻的高官，年仅42岁，身材魁梧，体格强壮。他说话直截了当，不绕弯子，让人觉得他值得信任。1859年，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家族。但他却不肯走中规中矩的科考之路，而是选择了投军冒险。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袁世凯随军入朝，因镇压兵变、整顿军纪有功而获清廷嘉奖，一跃而为3品大员。2年之后，日本利用中国跟法国在越南打仗，怂恿了韩国发生了一个甲申。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呢，得不到李鸿章直接指示的情况之下，率领了他训练的韩国新军，把日本军队击败。这个事件让李鸿章对袁世凯刮目相看，很了不起的一个年轻人，25岁。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又练兵于天津小站，成为北洋军的缔造者。当时袁世凯锐意改革，有条不紊地编练新军，建立警察制度，鼓励工商业，开办新式学堂，令中外瞩目。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临终前，他向慈禧太后保举袁世凯为他的接班人。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这也是莫里逊的看法。他很可能认为袁世凯是当时唯一一个可以让中国统一强大的唯一的强人。1908年，在袁世凯50岁生日时，莫里逊以袁世凯的荣誉为题，在《泰晤士报》上报道了盛大的庆祝场面。在中国，没有人像袁世凯一样，维持了政局的稳定，激发了国民的精神，并使国家走上现代发展的道路。他认为，他用报道来支持袁世凯，就是在支持中国的改革。1908年11月，在短短的2天之内，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不满3岁的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为监国。载沣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不能工作为由，将之开缺回籍。在河南张德的环上村，袁世凯过起了他的下野生活。他修了一所花园，名为养寿园，命人引环水入园，造就一处湖面，
他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垂钓于孤舟之上，命人拍成照片，发表在《东方》杂志，以示他超然物外，是一名环上钓叟。罢黜袁世凯，并没有让载沣得到想象中的安稳，恰恰相反，此举大大刺激了汉族的封疆大吏。因为在1910年、1911年的时候，清政府的君主立宪有一些反复。原来想说满洲人当皇帝，但汉人呢掌握实权，掌握国会。但是皇族内阁一公布呢，居然满洲人，尤其是亲贵占了多数，跟汉人士绅的构想呢背道而驰。铁路国有政策的推行，也激发了地方上的保路运动。在《泰晤士报》上，莫理逊也对准了载沣开火。袁世凯的失势是朝廷反袁小集团策划的，他的回归将受到关心中国进步人士的欢迎。1911年10月6日，恰好是中秋节，在湖北省城，一场起义正在不安的气氛中酝酿。武昌全城戒备，传闻说，这一天革命党人将发动起义。9日，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一处里弄，革命党人配置炸药时，不慎引发爆炸。俄国巡捕过来抓人，搜去了革命党人名册。人人自危之中，湖北新军在10日夜里发难。湖广总督芮成仓皇逃到楚玉号兵舰。天亮时，武昌已为革命党人所有。听到来自武昌的消息，莫理逊当即意识到，发生在武昌的事情绝不只是一场军事哗变。他向《泰晤士报》发出电文：武昌爆发革命，北京方面得知武昌革命党人起义与兵变后，一片惊慌。这是外国驻华记者的第一篇以革命来报道武昌首义的电文。只是《泰晤士报》编辑部出于审慎的态度，在刊发报道时，将革命一词改为了起义。载沣感到末日临头，他命令陆军大臣印昌率领北洋军南下镇压起义。但这个皇室子弟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说道：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莫理逊目睹印昌上了南下的火车，在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中，他写道：印昌离去时的场面没有一丝热情。载沣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南下的北洋军受袁世凯的态度影响，根本不愿为清廷死战，任由革命军不断攻占要地。莫理逊利用《泰晤士报》火上浇油。朝廷如果不给袁世凯全权与革命党谈判，相信袁世凯不可能及时的恢复健康来帮助朝廷。总理大臣奕匡、协理大臣那同、徐世昌提出让袁世凯复出，他们全是袁世凯的老友。载沣在哀泣之后，被迫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袁世凯以足迹为由予以拒绝。武昌起义1个多月以后，莫理逊前来拜访袁世凯。袁世凯跟他说，他在河南隐居3年的期间，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人70%是保守，30%是激进的。如果这些30%的激进者，他们想发动革命，即使革命成功了，有一天这些保守派仍然会反弹的，他们会重新复辟，所以中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革命和回潮的摇摆之中。莫理逊抽出每一个间隙，报道袁世凯的节节胜利。11月2日，袁世凯已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3日，朝廷已被最近发生的事情所压垮，
在资政院的支持下，他将致力于调和工作，其基点是建立一个对内阁和国会负责的君主立宪制。11月13日，莫里逊目睹袁世凯乘坐专列，威风凛凛地回到北京。簇拥的人群从车站到袁世凯的住处，一路上列队欢迎，与3年前他离京时只有几个密友相送对比，真是天壤之别。就像莫里逊报道的那样，袁世凯希望在君主立宪的框架里和南方革命党人展开和谈。南方坚持要民主共和，他们怕袁世凯支持清政府，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利诱袁世凯，你让清政府退位，我们就支持你当总统。随着南北各省相继独立，君主立宪也失去了现实中的可行性。12月14日，莫里逊乘坐袁世凯提供的专车，自带厨子、仆人，兴高采烈地来到汉口，之后又去了上海、南京。在上海，他眼见孙中山即将从国外归来，要和袁世凯竞争新生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莫里逊扮演了袁世凯的说客，劝说革命党人支持袁世凯。一方面，他攻击袁世凯的对手孙中山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而黎元洪则在湖北省外毫无地位。坦白讲，莫里逊是不太喜欢孙中山跟这些革命党，他认为这些人有热情、有冲动、有理想，但是没有实际上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莫里逊还以列强可能的做法威胁革命党人。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显示出治国才能，超过中国当代的任何政治家。他见到的革命党人都赞成他的看法，并向他保证，他们肯定会支持袁世凯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唯一的变数是日本。当列强都已支持中国的共和制时，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迟迟不表态。对此，莫里逊认为这是日本天皇担心共和革命的浪潮会影响日本。12月21日，朱尔典访问伊集院，询问是否可以按照莫里逊所言推袁世凯为大总统，以求稳定，因为无法强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君主立宪。英国在长江流域和华南有重大的商业利益，不能甘冒受攻击的危险。在英国的压力下，日方最终选择了顺应时局。1912年1月1日，归来的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不过，他声明，他虚位以待援。紫禁城的太阳加速落下，而袁世凯也已疲惫不堪。他最不希望人家觉得他是夺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莫里逊在给上司的信中写道：袁世凯的日子很不好过，他累死了，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我见到袁世凯后，他小声对我耳语：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1月12日，在沪外商按照莫里逊的策划，集体致电前摄政王载沣等满洲亲贵，请他们承认现实，清廷已名存实亡，不再能够提供条约所保证的对外国人生命财产的保护，因此应尽快放弃挣扎，接受共和之局。1月15日，莫里逊在《泰晤士报》上报道了自己的策划。有关皇帝退位的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上海商会发给庆亲王、前摄政王和总理大臣的电报产生了显著的效果。2月12日，隆裕太后一脸凄惨地发出了退位诏书，小皇帝溥仪呆坐在一旁。2000多年的帝制在冷冷清清中落下了帷幕。1912年3月10日，在前清外务部礼堂，
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民国建设造端，百繁待制，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抵挡专制之狭惠。莫里逊向《泰晤士报》发出报道：今天下午，在一大群仪表堂堂的同胞面前，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典礼庄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值得载入史册。但在日记里，他对这场就职典礼有另一番的描述。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有人呈上一份大号字体的文件，他紧张地宣读就职誓言。没有人穿官服，中国人穿戴一般都很简单，就像是跑了一个漫长的、途中又状况百出的马拉松，终于抵达终点一样。所有人这时都已精疲力尽。在经历了武昌首义以来高度兴奋的5个月后，莫里逊也感到了疲惫。莫里逊说出了他的疑问：看不出未来有什么光明之处，国家还没有崩溃，但这是一个欠债的国家，一个接着一个的贷款使他负债累累。好，希望下次再见到你。肯定是。所以你在北京长大的吗？对，在北京长大。From your perspective, why did he can play so important role? I mean, in China history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Why? What kind of character or personality make him so different? Yeah.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irth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he was attracted to the idea of what he could do in those early days to help China become a nation. 1912年8月，莫里逊出任北洋政府政治顾问。他勤奋地提交了关于财政、铁路、边界等问题的许多备忘录，但他们都石沉大海。他在1912年8月当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之后呢，其实他的影响力呢是急剧下降，因为他不再是公正的第三方，他已经变成了帮袁世凯做事的人。在一份写给总统府秘书长梁士仪的信中，莫里逊说：暹罗在外国助手的帮助下，他把他的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用斗争赢得了世界的同情与称赞。日本已经做到了的，中国就应该做到；暹罗做到了的，中国因为没有做到而感到羞惭。莫里逊认为，如果袁世凯像暹罗国王拉玛五世那样认真对待外国顾问的建议，他可以在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创造历史。然而事实却很快证明了，莫里逊终究只是个天真的外国人。他痛苦地意识到，让中国向西方学习只是他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争权夺势，才是从帝制时代到所谓共和时代的持续性主题。他在日记里哀叹自己做徒有虚名的政治顾问。Well, G. Morrison had a pretty basic aspiration for China, which was how to protect China from foreign pressure and occupation. And at the time of the birth of the early republic after the Xinhai Guoming, that was a big reality.
1914年，一战爆发，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从德国那里抢占了青岛。随后，日本又向袁世凯提出了21条，意图全盘控制中国，并以战争威胁。日本的公使直接面见袁世凯，然后说你必须接受，不许泄露。他看清了日本，步步抵制，寸步不让。莫里逊在日记里写道：“萦绕在他脑中的都是日本问题，他被日本吓破了胆。”正好是欧洲打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日本要称霸远东，最大的障碍就是袁世凯，他们就要利用袁世凯最虚弱的时候，全力一击。如果日本想要全盘控制中国的话，就侵犯了那些国家的利益，借助他们来抵抗日本的这种企图，就是要把这个公诸于众。1915年2月10日，莫里逊他邀请新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端纳来到莫公馆，但端纳刚刚见到他。对不起，我到书房去一下就来。莫里逊的一只手一直压在一堆文件上，两人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互相道别。端纳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打开文件，看到那是莫里逊整理出来的21条英译本，他立刻向《泰晤士报》发出特稿。莫里逊看到日本的蛮横行为刺激了中国民族精神的高涨，从企业家到学生到人力车夫都激愤地参加抗议日本的游行。他认为这正是唤醒全体国民积极参政的良机，但他没有料到袁世凯正在走向另外一个方向。所以皇帝其实跟总统在东方的世界秩序里面是不一样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他们不臣服于汉人的总统，但他们臣服于皇帝。就是说，当时外蒙古要独立，当时呢，袁世凯就说你不能独立，你只能自治，我要去册封你。外蒙就不太愿意接受总统的册封，但是听到袁世凯要当皇帝的时候，外蒙古就愿意了，你皇帝来册封我就可以了。他看到民国初年的国会里面的乱象，当时的国民党跟进步党之间的斗争不断，然后呢，这个立法权呢凌驾行政权之上，他作为一个大总统呢，几乎没什么实权，办不了什么事。中国的民主素养又不够的情况之下，他就觉得以中国的状况，根本没办法实施民主共和。莫里逊认为这是一场闹剧。他在日记里记下了登基如何预演。袁世凯戴着皇冠坐着，两位夫人为争夺位置扭成一团。袁世凯只好停止预演，让夫人们不要打架。通过《大陆报》，莫里逊公开抵制帝制运动。1916年6月6日，在短暂的帝制梦之后，袁世凯在孤独和懊悔中去世。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作为战胜的协约国一方，期望在和会上得到应有的权益。2月，莫里逊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技术顾问，参加了巴黎和会。他为代表团修改的中国代表团所提各项主张英文稿，成为代表团在和会上的申述文件。他修改的关于21条要求的备忘录英文稿，成为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的正式文件。莫里逊他在那个时候就等于是帮中国在做国际形象、在做宣传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提出山东问题，提出废除21条，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王正廷，这些都是留美学生，所以他们在巴黎和会里面呢表现都非常的优秀。
日本人就非常的愤恨不平地说，我们什么方面都能够赢中国，为什么外交上面被中国羞辱？然而，和会在日本的压力下，竟然同意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全部权益让于日本。莫里逊愤慨地在日记里写道：“毫无疑问，威尔逊总统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捉弄了中国人，无情地愚弄了他们。”消息传到北京，5·4运动爆发了。莫里逊的人生却到了尾声。他们那代人也挺幸运的，很年轻可以卷入到历史中，对，这种机会都不多的。那个时代有这样的机缘，当一个帝国在扩张的时候，对，可以。今天中国有机会啊，对，但中国的一个现在这个对是有一部分机会了，这“一带一路”可以去，但它这个扩张在那个时候的扩张，它还是由探险者，然后由商人他们驱动，然后政府是随之而来的。中国是 state-led， 这个形态完全不一样。对 ，exactly，你讲的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你在这个 state-led 的这个事情过程中，你就很难有很强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出现。它是一个 state， 是一个主体，所以它也不太会特别怎么样，我觉得它会被自身的重量给压住。对啊，这就不精彩了，不好玩了。If you live in the Morrison period, do you want to live like him, similar adventure life, doing similar things? Every now and then I'm in Beijing and I think, I wonder there's a nice hutong somewhere where I could live, which has got like a very nice 四合院 and where I could have my 私人的图书馆 and 搞一些事 and then I think that's just 我本人的天堂。This property was purchased by George Morrison for a school called the Geelong College. G.E. Chinese Morrison was born here and grew up here and went to school here before he started his travels around the world. 从这第一张照片到他最后一张照片，这个仆人里面其他的面孔在更换，但是有一张面孔是永远不会换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叫孙天禄。啊，这张是唯一的一张，他结婚了，莫里逊有了太太啊，莫里逊夫人叫杰尼，那么他们生了第一个儿子叫伊恩。这部电影的男主人公的原型 E.M. Morrison 也是 G.E. Morrison 的长子，他后来死在了朝鲜战场，他也是一名《泰晤士报》的记者。杰尼在他生命当中应该是他的一个福气吧。一结婚生了3个儿子，58岁死的时候，他们结婚才只有7年时间嘛，所以这个完全就像上帝给他派来一个，后面的事情全给他安排好了。He had a view that he wanted to see it come out well for China, but he never lived long enough to see that happen. 对自己获取显赫声名的中国，他念念难忘。我现在的一个希望是回到中国。我不愿意死，但如果死，也要死在中国。